眼前的男孩从书包里抽出一根打气筒，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进厕所。在看到目标人物后，他高举气筒狠狠地砸了过去。看到黄毛还有挣扎的力气，他扔掉打气筒，从兜里拿出一把小刀，警告对方如果再来找麻烦，他不介意下更黑的手。在绝对的压制下，黄毛痛哭流涕，根本生不起任何反抗的念头。旁边的男孩也终于回过了神，他捡起打气筒，连忙带着蒂安离开厕所。但如此恶劣的行为当然也引起了学校的注意，他们依法报了警。然而面对警员的询问时，两个男孩的回答出奇的一致。Jeg så dem kun slå på hinanden, men der var ikke nogen kniv. Jeg havde ikke nogen kniv. Han slog mig, og så slog jeg ham. 由于没有在他们身上找到小刀，警员也无可奈何，只能把这次归为校园斗殴事件。就这样，蒂安成功避开了应有的处罚，但他俩却并不是传说中所谓的校霸，反而是这所学校的受害者。在蒂安没转到这所学校前，伊莱每天都要遭到黄毛的霸凌，因此班上的同学都对他避之若美。直到这天，蒂安转到了班上，他的命运才彻底发生了改变。放学时，伊莱发现自行车又一次被人放了气，甚至就连轮胎上的气门芯也被拿走。无奈的他刚想徒步回家，身后的蒂安却让他拿别人的气门芯应急。Hvorfor tager du ikke bare fra de andre cykler? Så skal han jo bare trække igen. Så er det hans tur i dag. 这时黄毛带着小弟走了过来，质问蒂安为什么要和鼠脸待在一起。蒂安瞥了一眼，接着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黄毛闻言不再多说，转头就用篮球狠狠砸在他的脸上，随即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蒂安捂住鲜血直流的鼻子，心里暗自发誓要让对方付出代价。晚上父亲发现了他衣领上的鲜血，但蒂安却谎称踢球时撞到的搪塞了过去，因为他想要亲自解决这个麻烦。隔天他再次看到伊莱被堵在校门口，这回他没有盲目地冲上去，而是悄悄地跟在黄毛身后。当看到对方独自进入厕所时，他的眼神不由得凶狠起来。此时的黄毛正把伊莱堵在厕所，警告对方不要举报自己的行为，可话还没说完，就被蒂安从后面偷袭打倒。虽然之后警察没办法处罚他俩，但蒂安免不了遭到父亲的指责。他认为儿子应该把被打的事情告诉自己，由他出面找黄毛的父母谈，而不是用暴力还击回去。可蒂安却反驳道， Hvis jeg ikke slår igen, så vil alle de andre bare tro, de også kunne slå mig. 最后在学校的调解下，三人达成了和解。黄毛也如预料那般不敢再来惹他们，甚至还想加入他们的圈子，但蒂安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随后两人来到走廊，趁着四下无人之际，把藏好的小刀拿了出来。蒂安把刀送给了伊莱，两人也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天，伊莱的父亲带他们出去游玩，可就转头买个冰淇淋的功夫，他却看到小儿子殷秋千和别人争执起来。安东快步地跑上前拉开两人，劝解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时男孩的父亲也冲了过来，但他的做法却让在场所有人都无法接受，这是孩子们无法理解的画面。安东不想和这种粗鄙之人纠缠，于是带着孩子们转头离开，但蒂安却无法理解。他三步一回头，提出应该报警处理此事，可安东摇了摇头，他觉得没必要再生事端。然而在回到家后，安东气冲冲地脱掉衣服，一头扎进了冰冷的湖水，静静地摸着被打的脸颊。可这却并不是懦弱的表现，因为安东在难民营当医生，每天都能看到因暴力而出现的血腥伤害。在他看来，暴力是错误性的，也是导致真正悲剧的发生。可另一边的蒂安却不这样认为，他带着伊莱回到海边，悄悄跟踪上次那个男人，然后记下对方的工作地址，接着交给了安东，希望他能教训一下对方。handlar inte om det, du vet. Man går inte runt och slår folk. Det är inget som blir bättre av det. Vad tror du att du får för värde om du håller på så? Det är han som är en idiot. Ska jag slå honom så är jag lika stor idiot. Eller så hamnar jag i fängelse och då har du ingen pappa. Och så är det han som vinner i alla fall, förstår du? 可伊莱根本不懂这些道理，最终在他的坚持下，安东还是带着孩子们来到了男人的工作地点。但他并不是来打架的，而是想给孩子们证明一些事情。他站在男人对面，说出了自己的想法。Du är en jävla idiot som får någon märklig form av tillfredsställelse genom att tro att du har makt över folk. Det har du inte. Lars! 安东连忙转头安慰孩子，表示这没什么，而且更加表明这人除了会动手打人，其他一无是处。这番话仿佛戳中了男人的内心，他收起笑脸，狠狠给了安东一巴掌，并对他们下了驱逐令。安东则仍面无表情，转头轻描淡写地安慰儿子，随即离开了店里。他就是要证明给孩子们看，打人是那人唯一会做的事。我们不仅要选对朋友，更要选对敌人。像这种失败者，就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但蒂安却不赞同。Jeg tror ikke selv, han føler, han tabte. Nej, men det gjorde han. 一股无名之火始终在他心中燃烧，在他看来，就得让那个男人付出代价。这天，他和伊莱在家里发现了几支烟花，残留的黑火药让他心生一计。Man kunne lave en gigabombe. Kan man det? Ja, jeg kan vise det på nettet. 说罢，蒂安便行动起来。
甚至还往炸弹里加了一勺钉子，增加了炸弹的建设伤害。接着两人来到海边实验，炸弹的威力完全超出他们预料。蒂安当即决定做一个超大号的炸弹，炸掉那人的汽车，为伊莱的父亲报仇。但伊莱却不赞同这个提议。晚上，伊莱拿着小刀踌躇不定，他打开电脑想和蒂安好好聊聊，可惜对方并不在线，于是他只能转头回到房间。而这鬼鬼祟祟的行为却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他推开伊莱，在书架上一顿翻找，不出意料的找到了那把小刀，显然这就是他们上次行凶的武器。随后姨妈来到了蒂安家里，把小刀交给了他的父亲。面对父亲的指责，蒂安却大声嘶吼起来。原来自从母亲癌症去世后，父子两边一直都有隔阂，在蒂安看来，母亲的死也有他的责任。最终两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第二天上学时，伊莱上前和他打招呼，却被他给一把甩开。伊莱对此无比自责，于是主动提出一起炸掉那人的车。两人决定在周末的早晨开始行动。那时候人们基本都在睡觉，不会造成任何误伤，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这天他们按计划点燃引线，接下来只需要静待1分钟即可。而偏偏这时一对晨跑的母女却往这边奔来。伊莱见状大惊失色，连忙冲了上去。蒂安吓得手足无措，跪在地上痛哭流涕。之后伊莱被送往了医院，蒂安则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表示主意是他出的，炸弹是他做的，伊莱只是这场事件的旁观者。交代完一切后，父亲带他离开了警局。随后他来到医院，想看望一下伊莱，可却被姨妈拦在了门口。蒂安吓坏了，但却不是被暴力所吓，而是真的以为伊莱被他害死了。此时另一边的安东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两个男人抱着血肉模糊的孕妇跑进难民营，医生接过一看，竟发现她的肚子上有个大口子，而这居然是当地黑老大的爱好，只为猜测孕妇肚子里的宝宝是什么性别。经过一阵抢救，安东最终把她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然而没过几天，一群武装分子突然闯入这里，他们第一时间驱赶了所有难民，接着把安东带到了车前。原来是黑老大的腿受了重伤，想要他帮忙治好自己的腿。安东看了看周围，他可以尝试一下，但前提是对方的武装力量离开难民营。尽管黑老大满脸不悦，可却不敢反驳他的要求。一旁的同事上前劝阻，他们真的有必要救下这个恶魔吗？安东沉默不语，随后还是给对方处理了伤口。离开营区时，一名男子呼喊安东，质问他为什么要救杀人狂魔。原来这名男子正是一开始那个孕妇的丈夫。安东依然沉默不语，接着转头离开了这里。他第一次对自己的行为出现质疑，也许他做的并不对，但救死扶伤是他身为医生的道德。过了几天，又一名孕妇被开膛破肚送到了这里，可这次安东却没能救下这条生命。就在他悲痛不已时，黑老大走了过来，对着死去的孕妇一顿嘲笑，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安东。他上前大骂着让对方滚出营地，见黑老大跌倒在地，他又扯着手臂一路拖行到空地。周围被黑老大残害过的人纷纷围了上来，趁着附近没有武装力量，他们一拥而上打死了他。而安东则在远处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然而还没等他平复下情绪，家里又传来了噩耗，大儿子伊莱躺在了医院。安东闻言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好在伊莱已经脱离了危险，医生轻轻地把他叫醒。但苏醒后的第一件事却是让父母别怪罪蒂安，是他怂恿对方制造炸弹的。说完便又沉沉地睡了过去。而此时蒂安根本不知道伊莱还活着，他复杂地看了一眼父亲，随后独自来到了统仓顶部，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来为此赎罪。蒂安的父亲发现儿子不见了，连忙打给了姨妈，可惜蒂安根本没来过这里。一旁的安东想到了儿子提到过的统仓，他率先驱车来到了这儿，果然在顶楼发现了蒂安，但无论他怎么劝说，蒂安都不肯离开边缘。眼看即将跌落下去时，安东一个箭步飞奔过来抱下了他，并解释道伊莱没死，他如今还在医院等着蒂安去看望他。沉默片刻后，蒂安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自从母亲死后，他便一直活在痛苦之中，因没办法接受这一现实，于是将母亲的死归咎在父亲身上。在得知伊莱死后，他更是陷入绝望，甚至于对自己产生了憎恶。说罢还流下了伤心的泪水。然而看惯生死的安东早已参悟了这些，死亡属于自然规律，但生活不能被死亡阻断。活着的人要学会跨过这条鸿沟，从死亡中走出，一路前行，一切都将会好起来的。听到这话的蒂安抬起了头，这是母亲死后第一次有人告诉他如何看待死亡。心有感悟的他跟着安东回到了地面，在看到父亲时，他奔跑过去紧紧抱住了他，依偎在他的怀里哭出了声。隔天他在姨妈的陪同下来到了医院，看着浑身是伤的伊莱，蒂安十分愧疚，他认真地向伊莱道歉，为自己的愚蠢和任性道歉。Jeg glæder mig til, at du skal i skole. Det gør jeg også.